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唐韵。北京93大阅兵本来是习近平要向世界炫耀国力的一场大秀，结果呢却成了一场闹鬼剧。最诡异的一幕是军委2大副主席，一个坐进了正国机第1排，一个是彻底的人间蒸发了。张又侠稳坐天安门城楼 C 位，神情冷峻，座位甚至和王岐山、刘云山这些退休常委并列，而另外一边本该在他身边的何卫东，却从3月起消失到今天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有人爆料，他早在5·1就在301医院走了；也有人说，他其实是被关在保定，因为患肾，因为白肺病情恶化，被延误了治疗，最后没有挺过去。更惊悚的是，还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病亡，而是被习近平灭口了。现在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：何卫东究竟还活着吗？从今年3月11号中共两会结束后，他就是彻底的从公众视线消失了，没有公开行程，没有媒体报道，也没有任何的影像。这对于一个军委副主席来说，这种失踪式的消失是极不寻常的。有各种版本的消息，现在是满天飞。有人说呀，他在5月2号在301医院走了；也有人说他被关押在保定，因为病情延误治疗没有挺过来。还有爆料直接就说他根本就不是病亡，而是被习近平灭口了。虽然这些说法各有不同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，官方始终是闭口不谈。在中共的体制里，这往往才是最惊人的信号。那么，这位曾经被习近平捧上天的红人，究竟是怎么崛起，又为何会跌落神坛的呢？何卫东本来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最倚重的红人，他的出身并不算显赫，但因为写了一份武统台湾作战计划书，直接就给捧上了天。中共20大时，他是火箭式的被提拔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，就直接跳级进入了政治局，成了排名第2的军委副主席。习近平还给他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统台元帅。为什么习近平这么看重他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摸准了习近平的心思。习近平是迫切的想在他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台湾大业，而何卫东是投其所好，递上一个计划书，让习是龙颜大悦。这也意味着习想用何卫东来架空军中的老将张又侠，让他成为真正的统台元帅。可惜啊，这位宠臣崛起得快，倒下得更快。从今年3月11号中共两会结束后，他就彻底消失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外界爆料是满天飞，但结论只有一个：他完了。自媒体人苏小荷在最近的视频节目当中说，习近平已经和中共元老们达成了协议，在阅兵之前将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有何卫东这2个身边的红人干掉，或者是给灭了，以阻断反习势力获取进一步的证据的可能性。据称啊，这2个人在监狱中曾经向元老会举报了习家挪用军费的全部细节。他们是习近平这些年来挪用军费和收拢各路大员的主要经手人，因此可以说是掌握了许多内幕。消息指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习近平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把所有的老头子们除掉，要么就把身边知道内情的人除掉。考虑到老头子们是难以处理，习近平选择除掉身边的人是更可行的选项。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稍早就爆料说，何卫东在被抓后已经在5月2号在301医院走了，而且很可能是自我了断。而历史学家刘正教授则给出了更详细的版本，说呀，何卫东是被关押在保定，5·1期间呢，他感到胸闷，并且出现了发烧症状。警卫部队负责人担心他心脏病发作或者是感染新冠，就申请用直升机把他送往北京301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。然而这一请求被某机构的值班秘书驳回了。这位秘书声称，301医院驻有众多的高级首长，不愿意沾他的晦气，而且5·1期间不允许不明飞机飞行，担心有斩首无人机混入，给中央政府添乱。最终，何卫东是被命令送往保定陆军第82集团军医院。这家医院是一家著名的野战医院，不擅长心脏病治疗和检查。
而且缺乏301医院的高端医疗检测设备。由于医疗条件不足，何卫东最终没能挺过来。刘正教授说，医生高度怀疑何卫东感染了新冠肺炎，胸部透视显示他白肺症状，还有血管阻塞。至于何卫东为何倒台，据称他不仅有贪腐问题，更是犯了欺君之罪。按照规定，大军区级别的军官身体有重大疾病，那是要逐级上报的，而何卫东却向习近平隐瞒了自己在20大前做过换肾手术的重大病情，在中共体制内，这足以致命。但也有消息指出，何卫东不明不白的消失，这背后不仅仅是贪腐和健康问题那么简单。这场大戏的另一位主角张又侠，恐怕扮演了关键角色。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。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服务器，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，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，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。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，享受65折优惠，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。30天内不满意，全额退款，没有风险的试用。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和何卫东的那种靠站队表忠上位的将领不一样，张又侠那可是中共军中少有的真刀真枪的人物。他是打过仗、见过血，父亲呢也是开国上将，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是战友。这2家可以说是世交了。可是随着福建帮何卫东苗华的崛起，张又侠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有外界传言，何卫东仗着习近平的重用，竟然在内部会议上阴阳怪气地批评张又侠搞的是花拳绣腿、虚假战斗力。就连官媒在报道排序上也刻意地把张又侠排在了何卫东之后，营造出一种老将要失势的舆论氛围。面对步步紧逼，这位隐忍了多年的老将最终是选择出手了。据爆料，张又侠抓住了苗华的一个致命把柄。苗华在整肃火箭军装备部大批将领之后，曾经得意忘形地对亲信说了一句：“我才没有他们那么傻，等战令下达后，手握兵权时再搞事。”大家可以品一品这话，手握兵权再搞事儿，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这几乎就是公开说自己要搞军事政变。更炸裂的是，据说这段话还被录了音，成了铁证。张又侠呢，就把这份材料直接递到了生性多疑的习近平的案头。在谋反铁证面前，习近平也只能下令抓捕苗华。而苗华一倒，他的福建帮同伙何卫东自然也就随之崩盘了。如果说这个剧本是真的，那张又侠的手段几乎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了，用最精准的情报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对手致命一击，不仅铲除了政敌，也让所有的人，包括习近平本人，都重新看到了他不可撼动的实力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这只是习家军内部的派系斗争，张又侠借习近平的手，把苗华和卫东这些福建帮新贵干掉了。但还有一个更劲爆的版本，那就是在中共20大之后，习近平在军中发动了反腐运动，大清洗火箭军和装备部，大批张又侠的人马，包括李尚福都被拉下马，这让张又侠感到了自身难保，张习2人的关系从此就出现了裂痕。
然后关键又来了，去年中共20届三中全会，习近平突然中风，在那一刻，张又侠得到了温家宝等中共元老的支持，趁机夺下了军权。苗华和卫东一个个出事儿，这就是习近平失去实权、羽翼被剪的结果。那这次北京93大阅兵，座次就能看出端倪。张又侠坐在天安门城楼第1排，身边呢全是退休的政治局常委，包括张高丽、王岐山、刘云山、贺国强、李长春，而其他副国级的领导人通通是排在第2排，唯独张又侠例外。这对比2019年，他还只是和胡春华、陈全国、李强等副国级坐在一排。短短几年呢，他直接升到了正国级的位子上，这就是实力的象征。那再看看习近平，在整个阅兵过程当中，全程是脸色阴沉呐，看不出一点喜色。更尴尬的是呢，阅兵的总指挥居然降格了，按照惯例，应该由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上将担任。可是他在建军节招待会当天没有出现，阅兵这天呢也是踪影全无，外界猜测他已经出事儿了。最后呢，向习近平汇报的竟然是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韩胜言，一个中将。朋友们呢，这在20多个外国元首面前，这简直是羞辱。如果习近平还是定于一尊的话，这种事儿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人不是习近平他自己安排的，而是张又侠安排的。甚至还有人把这场对决和1500年前的推背图的预言对号入座了。在推背图第46项的预言诗第1句就提到，有一军人身带弓，只言我是白头翁。有人分析，白头翁那就是白羽鸟，这应该是和习近平的繁体字习相对应的，而身带弓之人就是张又侠的张字了，意思就是一个带弓之人取代了白头翁。而后面的一句东边门里伏金箭，勇士后门入地宫，这里埋伏的金箭则应了刘源的刘字，因为刘就是卯金刀，金刀就是金剑，对应着张又侠和刘源二人组合，实际掌控了中共的军权，并主导了对习家军的大清洗，终结了习近平的权力。那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之前的军报是天天的喊听习主席的指挥，对习主席负责，让习主席放心。现在这种口号几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集体领导，依法治军。人大会议闭幕时，所有的官员都目送习近平离场，唯独张又侠背对着他纹丝不动，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信号。无论哪个版本是真相吧，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中共最高权力核心，尤其是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乱了。自去年以来，中共军队高层可以说是将星陨落，中央军委已经处于半残的状态了。武警、海军、陆军、中部战区多个重要单位的司令员、政委，共计至少10名上将集体缺席了建军节招待会，至今都下落不明。据统计，习近平上台以来，他亲手晋升了79名上将，目前呢，出事率是超过了20%。这份触目惊心的失踪名单，让这场本应展示团结和力量的阅兵，变成了一场充满诡异气氛的闹鬼大戏。因为93大阅兵本来想展示一个团结强大、不可战胜的形象，但它最终向世界展示的却是一个充满了清洗、背叛和失踪者的权力黑洞。那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呢？这场阅兵到底是成功的武力展示，还是失败的政治表演？它暴露出来的军中乱局，会不会预示着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